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我们欢迎来宾前资深外交官介文吉大使。思敏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时事评论员王上志上志哥。思敏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干哥。主持人好，大家晚安。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我们要特别来关心到的是美国梦碎吗？政府关门到现在已经正式的超过40天了，那么现在民怨冲天哦，但是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医疗保费，恐怕很快的就会感受到立刻上涨的压力了。最高幅度会依照不同的州跟这个收入会有所不同，但是最高的幅度甚至可以喊到6倍哦。美国民众在这个时候哭喊说，真的撑不下去了，我们是不是要移民呢？另外一方面，我们来关心的是民主党的大佬在这个时候在关门之际也倒戈叛变了。我们到底怎么回事？今天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解读。今天开场3个火线话题，我们请来宾帮我们做解读的。第一个，政府关门破纪录哦，导致华府瘫痪，川普的民调更是一度的不断暴跌哦。那么看到的是医疗炸弹现在全面引爆。美国的政治失能，接下来谁来买单呢？第二件事情，接下来很快就可以看到这个欧记健保变成了欧记陷阱，尤其几个不同的地方。当中，纽泽西州这个保费一口气暴涨了175%，加州甚至有夫妻，他们是中产阶级，决定要放弃健保。刚刚提到的民主党大佬都带头倒戈让步了，美国人还能够撑多久？最后是从犹他州一直到加州的部分地区，保费不断的飙涨，医疗现在压垮了中产阶级，美国梦正在一张医疗账单里面崩溃。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持续来关心到的是，就在这个政府关门破了最高纪录的天数之际，川普的民调根据了这个媒体做的最新消息，60%的民众其实对川普都是非常不满意的，逼得川普最近喊话快点开门吧，也快要开门了。这一场史上最长的一个政治拉锯战，没有想到我们看到在周日开始出现了一些惊人的反转，他是民主党的领袖舒默这一回竟然是带头倒戈了，带着8名的成员集体叛变，力挺终结政府关门这一件事情。消息一出之后，导致了民主党内部就开始有了许多的批评声音。他们批评舒默啊，说你不配再领导民主党了，你连阻止个医疗费暴涨都办不到，你还能为什么而持续的战斗下去呢？民怨爆裂的背后，其实现在美国民众要担心的就是接下来他们很快的要为这个医疗保费的上涨暴涨全面的买单。最新的民调，美联社做的，60%的美国人现在因为这件事情是感到极度恐慌的，他们担心2026年开始医疗保费将是快速的暴涨，40%的美国人甚至是陷入在焦虑里面，他们认为自己会付不起医药费，没钱看病，甚至会失去医疗保险。在此刻，川普也赶快来救自己的民调，他提出了会直接支付民众医疗保费的费用，并且以他收取关税的收入发放每人$2000的一个费用红利。好，我们节目一开始来请教大使怎么看了？政府关门破了40天，医保很快的就会狂飙了。美国政治是出了什么问题吗？就在此刻，没有想到民主党的大头还跟着倒戈了。美国民众接下来在医疗体系上会承受多大的压力？大使怎么看？这个里面就是说，这是2党的一次对决啦，就看谁能够硬撑下去。当然，最后就是说，最衡量你要支持还是不支持，你是坚持还是放弃，还是考虑到这些目前尤其这些联邦参议员还有联邦众议员，他们自己下一任能不能还继续当选？如果说我今天坚持下去，结果我自己本州的这个受害很多，那这些本州的州民就说，我们选你去当这个联邦参议员，结果你做出来决策伤害到我们利益，那我下次就不投你了。那这一次，比如说这一次的这个医疗健保的这个费用暴涨的几个州，我看了几个州，很奇怪，都是民主党在掌政的州，涨得最多的 New Jersey 州，这是个标准的一个红州，州长是民主党，2个联邦参议员也是民主党。然后呢，科罗拉多州也是个标准的红州，州长也是民主党，参议员也是民主党。那很简单，你知道现在这个联邦经费不足，最后他为什么叫 appropriation？appropriation 就是说我怎么样来把我的钱怎么样
怎么样按比例支出出去的意思。那就变成就是说，我现在联邦的经费越来越不够，那我就先裁减哪些不重要的钱。所以他在裁减的过程中，事实上川普政府是有所谓的操纵的空间。他说啊，那就这样，纽泽西州的他的这个联邦的这个健保补助，我现在钱不够，先停，先砍你的。那纽泽西就受害很深。那他们回过头来算账，美国老百姓才没有那么党性坚强了。我支持你是因为你给我带来福利，结果我支持你，你害我的这个健保费给我涨了175%，那我选你干嘛？就是你造成我这个，你下一次我就不选你了，我们就换共和党来执政。所以这里面就是硬碰硬，也就是川普跟这个民主党的斗争就是硬碰硬。我到时候看你低不低头，因为舒默会愿意低头吗？舒默也要考虑说，我们再这样打下去的话，我背后的选民不支持我啦，那我下一次都选不上我在那边打这个没有意义嘛。所以这就是美式民主，所以完全到最后就是说，好啊，你要撑就撑。那今天我要知道老百姓不方便，我这个联邦的这个所谓的航空管理的，我就钱少付一点给你，对，然后让你们这老百姓就觉得坐飞机的时候，哇，我等了2个小时、3个小时，看到你们只有这么点服务人，后面排的我飞机都排不上，那最后就来开始攻击。那有的不见得攻击共和党，有些去攻击民主党，因为共和党政府拿不到钱，共和党说因为民主党不给我钱。所以呢，现在就变成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就变成就是说，尤其是现在关键就是在参院啊，对不对？参院现在是民主党，就是说他是怎么样？他这个要4比6之比嘛，也是说你必须要60%的人同意这个有关经费的，那民主党的他就可以卡住共和党，所以当然老百姓会觉得是民主党在卡。是民主在让他卡，所以舒默这些人最后就倒戈了。那当然回过头来还要看众议院了还要看众议院。不过这场斗争也可以看出来，两边的斗争的决心非常的强，宁愿让怎么讲老百姓吃苦呢，最后呢让老百姓去怪你，不要怪我。所以呢，最后舒默会怎么样投降，就是因为他的红州的怎么讲受创很深。那他们这些民主党的这些可能将来在这个红州里面，过去什么铁票区，最后呢下一次选不上了，所以他就立刻倒戈了。所以这个是赤裸裸的权力斗争，用实力在那，没有什么良心什么都没有良心，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政党利益在那边斗争。所以我看到电视上有一个美国民众讲了一句话蛮有趣，他说现在这个政府看起来是为他自己而存在，而不是为了服务人民而存在。世界上这种政府很多为了自己而存在，跟人民福利无关的政府很多美国现在就是这个样子。好，可以看得出来，这是川普在政治上面的一种政治报复手段。但是我们看到两党的斗争之下，直接伤害的就是民众了。刚刚大使帮我们看到几个涨最多的地区，会因为你不同的州，所以你调涨的保费不一样，也会因为你是不同的收入，甚至是这个不同的政府补贴，各做不同样的计算。但是整体来讲，涨最多的确实就是新泽西州，暴涨幅度175%。第二名是科罗拉多州，飙涨了101%。马里兰州因为还是有一些州政府的补助撑腰，所以涨幅约落在30%。赶快来看到3个实际的案例，等一下也会请干哥来带我们看到现在美国民众第一线的真实感受。第一个案例，我们看到这一对是在犹他州的夫妻明年的保费他们会从每月495美元一口气飙涨到2168美元，换算新台币，他们每个月这对夫妻得付6.7万台币，只能崩溃喊这彻底毁了我们的生活。第二对也是真实案例，在加州的一对退休夫妻，去年的保费4200美元，明年同样要飙涨到得掏出2600多美元。
26000美元，哇，我还看错了，26000美元。他们说呢，这已经占了他们收入的28%了。另外一对同样也是加州的夫妻，保费从每月350美元飙涨到2000多美元。他们说，干脆考虑移民好了，到一些健保福利比较好的国家，干脆放弃美国的健保吧。而这一场这个医疗的问题，价值2.4兆美元，成为这个两党不断斗争的一个国家级的计划。干哥怎么看美国民众真实的感受？你要知道哈，这个欧记健保啊，就是美国人常讲，它叫什么？可负担的健保法啊，那就是意思就是说，大概你出1/3啊，国家帮你出另外的这个2/3啊，这在美国是一个施行很久的制度。不过，老实讲一句，你自己本身一定要能够独立负担你的那一个部分。那欧记健保法在明年1月1号开始上路，调涨3倍，调涨3倍就是没有道理啊，我就是调涨你啊。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就美国的这种就是医疗保险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也不合理的，因为每个州不一样。所以我们看这3个案例，这3个案例的保费都不太一样。当然，每一个人的保费本来就不一样，健保保费都有费率的不同，对不对？可是现在对于美国的标准的家庭，你来看那个第一个案例，犹他州考克斯夫妻啊，听到明年要从每月495美元涨到2168，那就是3倍，他说是太可怕了。为什么？因为健保费会彻底摧毁了他们的生活。为什么？因为老实讲一句，如果像这样子的，就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看得出来吗？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每个月是大概500块美元的这个健保费的话，就是一个月多少钱？应该是15000块台币。对，这就是美国的正常一般家庭应该要有的保费的费率水准。看第二个，加州那对夫妇去年健保费4200美金。好，我告诉各位，他一年健保费4200美金的意思就是他可能是在矽谷，他是工程师，他才会是这样的那个保费。对，那去年要4200美金的话，大概等于12万台币，对不对？那但是到了明年，因为我刚才讲欧记健保要涨价之后，暴涨到26000美元的话，那是多少钱？26000，那到了70万台币了。那我今天讲一句实在话，那只有独角兽的这些企业员工，他才有办法支撑嘛。只有几个独角兽的企业员工，你知道，这根本一般老百姓负担不起。所以这个第二个案例哈，他如果是一年要付226000多美元，已经占据他们整个年度收入的1/4了，这不可承受之重。这是第二个案例。所以不管是高的低的，你都碰到像这样的事情的。还有一对加州夫妇，他也是普通的，他说他每个月是350块美金到大概2000美金这样子。那他们决定怎么做，你知道吗？就是我不要健保了，我不参加，不参加怎么办？不参加你就要靠自己。对，我就是靠自己，我靠积蓄，靠自己的积蓄，然后开始跟那个圣母玛利亚祈祷说，我不要中风啊，我也不要突然得心脏病。有一对都是货车司机的夫妇，他们就这样，他们也是一样放弃了，我不要。为什么？我们就用我们的积蓄支付，因为我们付不起。美国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是属于很普遍的状况，170万户家庭受影响，大家就知道，光是这个健保已经让美国一般中产阶级负担不起了。是，好，那上志哥又怎么看？现在目前美国面临的问题？我们都想美国梦，美国梦哈。过去其实美国梦目前看起来就是这样子，它是追求成功的。美国梦当中不太描述或者去接近那些失败者的价值。我让大家现在刷短视频，经常会看到现在美国非常红的网红，他干嘛？他就在路边假装穷，那么有一些很穷的人，甚至一些无家可归的 homeless 来接济他。然后他其实说实在，你说他真的能帮助所有这些 homeless 的人吗？没有，要 homeless 这一些当中很努力的人，然后他会帮助他，然后也会集结很多的捐款。
所以说，美国梦其实对于失败者当中，也要失败者当中很努力追求美国梦的人，才会获得整个美国人一般的共同的接济哦。我想我们在这一次的联邦政府关闭期间来讲，都知道，其实眼前最重要的其实还是食物。因为只要一天没有吃东西，没有东西吃，活不下去了，整个家族活不下去了。所以呢，即使在先前最欠缺或政策当中一度有中断的时候呢，各州也是想尽办法用州的费用先来垫支哈。所以救急这件事情是有的，但是可以看到美国的总体的福利政策，包括现在我们刚刚讲，在整个参议院当中，原先在搏斗的所谓的欧式的健保政策，对于中低收入当中的健保的支付当中，目前其实只是往后拖延而已。所以其实我们就不只在看说，到底美国梦当中所形成或美国这个国家当中供给国民的是什么？我觉得大家越来越迟疑喽。美国不是很有钱吗 ？GDP 这5年每年都还是很厉害的上涨。可你看，钱在哪里啊？都在有钱人、富豪，包括 AI 辉达的手里啊。美国这个政府不要忘了，它现在其实36兆。美元的部分呢，其实的赤字都不知道怎么还了，对，所以不是很有钱吗？政府这么亏，所以你就看现在这个整个跟我们现在想象中，比如中国现在有钱了，北欧国家有钱，北欧能够做很多的福利政策贴补你，什么东西教育啊、医疗都没急。这个中国的部分就基建放大招了，什么东西都是很便宜，亏本也无所谓。所以在美国梦所建筑的没有福利，没有基建，那这个 GDP。到现在还是涨，这5年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看对比当中，这5年当中，美国的无论电力也好，也没有新的建设，各式各样都没有。所以他看到的其实就是还有华尔街股市当中的这一些 AI 当中资本的部分泡沫垫高了它总体的 GDP， 所以更不要说在民间一般弱势民众能够拿到什么样真实的帮助呢？好，谢谢尚志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